大熊家里开电视台了，胖虎二话不说就要直播唱歌，静香也不甘示弱，要直播拉小提琴。但收视率最高的竟然是学霸的节目，难道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吗？小夫的一通电话直呼出大事了，错过什么也不能错过八卦，可被叫来的远远不止大熊一人。等众人抵达时，小夫已经急得跳脚了。只见小夫打开电视，竟然是陆木好声音，说让人家有个谁都认识的老爹呢。小夫竟然也成了歌唱选手，唱歌比赛不叫能唱穿银河系的胖虎。小夫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临走前还不忘告诉众人，只要寄明信片就能参赛哟。回去的路上，小伙伴们一个个都说不稀罕上电视，可大熊一回到家就偷摸写起了参赛明信片。可到了邮筒旁才发现，来的远远不止大熊和胖虎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听说大熊想上电视，哆啦美掏出了迷你电视台，接通电视后让大熊试着来两嗓子。大熊二话不说唱起了抓鸭子抓几只抓三只嘎嘎嘎。大熊也觉得唱的有些尬，但收视率却蹭蹭往上涨。这时小伙伴们纷纷找上门，无论是拔掉电源还是换台，家里的电视上一直都是大熊，这给大熊激动坏了。可当听说电波可以发送到整个日本的电视时，小伙伴们不再淡定了，一个个都想当 super star。 可都上电视的话，谁来当观众呢？所以只能排号来出演。大熊回到房间就开始制定节目表，从唱歌翻花绳到做菜再到教育，电视台终于开播了。第一档就是新闻类节目，可大熊字都认不全，更别说读了。结果投诉电话都被打爆了，收视率直线下降。这给大熊急的立马又上起了抓鸭子，可收视率跌得更惨了。哆啦美只好请来老妈代班一下烹饪节目，可老妈开口就是今天的晚餐是昨天的剩菜剩饭。哆啦美好心提醒这是直播啦，羞的老妈恨不得送走这俩熊孩子。这时蓝胖子回来了，看了节目表后只总结了3个字，太无趣了，都没有寻找美味的铜锣烧节目。兄妹俩的日常就是拌嘴，都觉得对方的节目更无聊。不嫌事大的大熊决定让兄妹俩策划的节目来个大比拼。蓝胖子策划的第一个节目是胖虎小夫的谐音梗搞笑节目，可没人愿意看，气得胖虎就要唱歌来回报观众，这可吓坏了众人。接着是哆啦美策划的节目，本以为是来一展歌喉的学霸，到了才知道竟然变成了教育节目，而且还是今天作业答案的实时直播，不用动脑直接白嫖，收视率是蹭蹭往上涨。这时来了位客人要当赞助商，俺们也不是爱钱，就是想帮着做宣传。可以询问到底要宣传什么后，大熊立马叫来了静香。静香提着魔音小提琴来了，才知道是让他当代言人。大熊带着静香来到浴室，二话不说就让媳妇儿赶紧脱了衣服到浴缸里拍广告，直接被静香一记如来神掌送进了浴缸。于是大熊成了代替静香的广告人。接着第二波赞助商来了，为了宣传自家的美味点心，这正合了3个吃货的心意。可赞助商非要先来段单口相声，可3个吃货却盯上了满桌子的点心。单口相声终于表演完了，可3人也吃成了3头小猪。即使知道这是直播，也再难以下咽了。赞助商被气到爆炸，正在考虑接下来播什么节目时，小伙伴们纷纷赶来，这时候都不谦让了，都希望自己成为电视上最亮的那个仔。电视台只能提前结束了。小伙伴们，如果让你们上电视，你们会表演个什么节目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化身套马的汉子想威武雄壮，可却亲手把自己的今生所爱送到了矮富帅的面前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大风呼啸的冬天，没有比在自家烤火更悠闲自在的了。可这一切都被静香的一声呼唤打断了，让大熊帮捡羽毛球。大熊想都没想就让蓝胖子去捡，但大冬天谁爱动啊？蓝胖子拿出魔绳，然后查找对应的曲谱就吹了起来。只见绳子从罐子中盘旋而出，慢慢来到窗外，抓住羽毛球送到了静香面前，而后绳子又乖乖地回到了罐子里。大熊还没整明白原理，让蓝胖子再来一次。这一次蓝胖子盯上了自家的点心，绳子穿过漫长的走廊，明目张胆地当着老妈的面作案，拿回了点心，吃着偷来的铜锣烧。大熊也想练练手，翻到作业的曲谱就要来上一曲，可大熊吹得太烂，被绳子处以鞭刑。再吹一次又因为气不足被掀翻在地，但只要能偷懒，大熊就不会放弃。这一次终于成功，作业分分钟被做完。要是这股努力的劲儿用在学习上该多好。
这时，家庭主妇竟然因为不会打包犯起了愁。大雄化身大孝子，吹起笛子，轻轻松松帮老妈完成了打包。大雄认为有这么方便的道具，不用绝对脑子有问题。说着就吹起套索的曲子，要套个媳妇儿回来。静香莫名其妙被套起，飞越大街小巷。可大雄这面又气血不足，亲手把媳妇儿送到了矮富帅的家中。大雄的这波操作给蓝胖子都看傻了，担心此时的静香可能已经摔成肉饼了。此时的小夫也是一脸震惊，喜欢泡澡也不用来我家鱼塘里泡吧。静香浑身湿漉漉的往家走，竟然在自家门口看到犯人骑着犯罪工具前来不打自招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感觉自己要住孤生了。大雄决定挽救一下，可没想到绳子竟然也是一个老司机，还美名其曰帮静香晒衣服。大雄厚着脸皮跟在满脸怒气的静香身后来到空地，蓝胖子吹出个蹦床，静香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蓝胖子吹了足足10分钟，终于顶不住了，给大雄摔了个屁股蹲，只能换大雄来吹。这次轮到蓝胖子无限畅玩了，可大雄突然吹的比窜稀还快，蓝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送上了天。小夫那面还在跟胖虎说天上掉下个静香妹，下一秒蓝胖子化身炸弹猫来了个亲身教学。眼看头顶1米高的大包，胖虎怎么可能放过蓝胖子？眼看大雄就在前方，蓝胖子玩命呼救。大雄吹起笛子，决定化敌为友。胖虎玩的相当自嗨，可大雄一个大喷嚏直接甩飞胖虎，这下胖虎更不能放过两人了。大雄已经没有力气吹笛子了，蓝胖子接过命运的笛子，绳子幻化成马，带着两人逃出升天。可蓝胖子也有点气血不足了。此时小夫听到了笛声，只见他膀胱一扫，发现了倒挂金钩的两人，拿出剪刀就是一剪，大雄两人狠狠摔在地上。大雄又吹起了套索曲，可小夫剪刀在手，绳子我剪。大雄决定来波必杀技，吹首龙卷风。可大雄这水平根本吹不出肖邦的寂寞，大雄每吹一句，蓝胖子就挨一次鞭打。大雄终于体力不支，笛子掉落入胖虎手中，二话不说就照着曲谱吹了起来，就把自己捆成了粽子。原来是吹了捆绑的曲子，道具好用也不要贪用哟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道具应该出自哪个国家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黑灯瞎火，胖虎和小夫竟然遭遇神秘点心袭击，就连胖虎最爱的酱油鲜贝也对胖虎下手了。这点心咋都成精了呢？大雄爱巧克力发自内心，对静香恐怕都没这么深情。老婆没了可以再找，这块巧克力吃了就永远不在了，也就只有蓝胖子惯着他了。吃不完的巧克力，这个确实可以有，只要用点心牧草像养牛一样养巧克力就好了。但是巧克力又不会有丝分裂，不凑一对的话，吃再多也不会生小巧克力。蓝胖子只好拿出自己私藏的那一块。虽说巧克力会不会分男女是个问题，不过目前看来他俩还是挺登对的。蓝胖子留下几罐牧草，吩咐大雄，你给我留下好好喂巧克力。但大雄怎么可能会靠谱，转头就出门撒欢了。听到小伙伴们讨论动物繁殖的话题，大雄又管不住嘴了，我家巧克力也会自己生小宝宝呢。然而在大家看来，大雄只是傻缺欢乐多罢了。大雄气鼓鼓的回到家，巧克力已死的不能再死了。蓝胖子及时赶到，开了一罐牧草喂给巧克力，总算抢救回来了。原来点心牧草必须每个小时喂一次才行，白天还好说，到了晚上，大雄睡得正香，被蓝胖子一个大屁股给坐醒，起来补充牧草。按这架势，大雄明天上课必会睡觉，看来下次考试又得0分。蓝胖子小脑袋一转，有了。他带着大雄和巧克力来到空地上，小手一挥，种子种下，牧草一下子就长了出来。空地放养，轻松你我他。第二天刚放学，蓝胖子抓起大雄就冲向空地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巧克力他居然真的生小巧克力了。蓝胖子和大雄俨然一副男妈妈的样子，又是喷杀虫剂，又是教他们躲雨。这一幕被路过的胖虎和小夫看到了，两人此地无银300两的样子也确实引人怀疑。不过看了一圈下来，胖虎和小夫没啥发现。大雄和蓝胖子回到家里，又把今天的点心蛋糕卷带去了空地。当然蓝胖子可不会忘了他的铜锣烧。现在的空地已经是颇有规模的点心牧场了，万事俱备，只缺一位女牧场主。大雄连哄带骗，把静香和他的棒棒糖也带到了空地。看着蓝胖子被自己养的铜锣烧摆了一道，摔个大跟头的样子，静香和大雄别提多乐了。点心们在蓝天白云之下，阳光绿草之间嬉戏，空地无疑成为了一个点心乐园。三人依依不舍地离开空地，还不忘叮嘱他们见了生人要躲起来哟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切已被胖虎和小夫尽收眼底。
点心们瑟瑟发抖的在草丛中躲着，枪打出头鸟。最跳的棒棒糖第一个被小夫捉住了。虽然一开始被会叫还会动的棒棒糖吓了一跳，但胖虎和小夫很快就开始了他们的邪恶偷猎。等大熊和蓝胖子把今天份的奶油泡芙带到空地时，点心已经所剩无几了。没想到点心牧场也会有家畜小偷，大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他还想不回家，一直在空地上守着，可蓝胖子搬出老妈来，他就怂了。晚上，胖虎和小夫又来到了空地，想到那些活蹦乱跳的点心，胖虎的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两人首先看中了巨大软糖，刚伸手就被软糖群殴了。胖虎一记右勾拳，他这一拳结结实实砸在了超硬的烤鲜背上，肿的一个拳头两个大。随后2条口香糖像蛇一样从水泥管里钻了出来，张开糖盆大口撵着他们不放。赶来的蓝胖子和大熊会心一笑，就让你们尝尝点心牧羊犬的厉害吧。不过这些点心在空地上跑来跑去的，你觉得还能吃吗？